其实这是一种自己心理层面的问题，就是你做到你想做的，你就会，你心里面已经觉得你自己达到你想要的样子，你就会更有自信。嗨，大家好，我是志远。嗨，大家好，我是整形天使03妹。OK， 那今天没有要聊美发，那今天要聊的就是整形。那我们两个人的 IG 都在这里，你可以追踪一下我们的 IG。好，因为真的太多留言都会说 Sam 长得很好看，但我要跟大家说，其实他就是一个整形鬼，就是一个整形脸。其实有一点整形，因为上次我们合照的时候，就有人说什么你长得很僵硬啊，长得很过度啊。也还好，但其实你说实在，我是本来就没有差太多，就我跟我原本确实，其实 Sam 在整容之前，他就是 Sam。对，不是说他原本有多丑，因为大家都会酸说，哦，长这样还不是就是酸说是整出来，不是每一个人整完都好看哦，这是我就是白花钱，对，也没有到白花钱，因为有一些人就是他长得就是鼻子挺一点，一直觉得他只是一个鼻子比较挺的人，但不一定是一个好看的人。好看的人跟整容真的是也不一定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想要好看，整容真的是很快的一条路，因为他现在就是能长这样子，毕竟也是花了不少钱，对不对？前后后加起来50吧，一台国产车在那边，这样。大家现在可以先猜一下 ，Sam 到底有做过哪一些手术？来，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近一下。他有做过一些我觉得一般人会觉得很神秘的地方。我从小到大最不满意的其实是我的眼睛我那个年代就是大家都喜欢浓眉大眼，对，然后我是那种绿豆眼，就一颗这样子，然后笑起来就是这样，就是消失了这样，对，然后大家都会说，就是一直说，张开眼睛啊，张开眼睛什么，所以我是对我的眼睛是不满意的。但你现在 OK？ 对，就是到后期就是韩国那边盛行小眼睛嘛，就是现在所以你就稍微红，微红，就是高中的时候微红，因对，为其实我在做鼻子之前，我的鼻子就已经算蛮挺的，对我只是有一点 OK， 对我只是有点就是驼峰。你想它是我想是顺的。我人生第一个整形是做鼻子，然后做完鼻子其实改变也没有太大，就有人觉得我变好看，但是不会觉得我变很多，哪里怎么了？但我真的觉得差很多的是咀嚼肌耶，肉毒杆菌。对，对啊，其实微整对你来讲帮助是大的。Sam 就是除了有动刀的大整形以外，还有微整。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变很好看的人的话，大概就是要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肉毒杆菌真的是必须，但是像我自己是完全没有打过咀嚼肌的，真的我没有打过，因为我的脸好像医生都说已经够窄，我是窄脸，所以我就不太需要。所以我很羡慕窄脸，我以前是这样，本垒板，我不敢去看棒球。只是人家滑脸会OK， 所以你现在猜得到，就是现在有鼻子，眼睛有了。眼睛后来为什么会用？是因为那个时候《小时代》那时候很红，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周崇光超帅的。周崇光、陈学冬，就是我朋友跟我说，他以前不是长这样，我说真假的，然后我就去 Google 他，就发现他的眼睛跟我长一模一样，屁呀！就是他整形前长一样，跟我一模一样，就是跟我原本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好像也可以去弄成这样，对，我就去咨询。然后我那时候就拿了他的照片说，我想要这样，就是有点，其实就跟我现在差不多了，就有点内双这样。然后那时候医生就说你要这么自然，我说我就是要这么自然。眼睛是割还缝？缝，所以这个只是缝，还算蛮小的手术。然后现在大家还有猜到脸上还有动哪些地方吗？没有。屁啦！最近其实是我的额头，这个真的是大家无法想象的事情。就是 Sam 当时跟我说他要去做额头，然后我一直还跟你说为什么？不用吧？对，我还 Why 为什么你要做额头？对啊，为什么是额头？而且你们知道额头很贵，多贵？你自己上网查。我一直不懂为什么要做额头，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一个额头哪里对他怎么，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很凹，然后他就认真的给我近看。因为之前拍影片的时候，其实应该看不太出来，因为有打光。额头是一个不会被人注意到的东西。对，然后我就注意到，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可以，对，因为我给大家看，就是侧面，它就是会有一个皇冠区，你知道吗？就是这边放一个宝石的地方，我的大概可以放一颗拳头吧。我就是可以放一个萨诺斯，但是它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大宝石，所以我当时才觉得说，真的有人需要动额头这件事情。总之他就是在额头垫了，所以他现在额头很圆润。我算是平，因为我原本是凹，对。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有说，那你是想要就是做成像南极仙翁这样吗？南极仙翁，然后我就是太怕变成福禄寿，就说没关系，我就帮我自然一点补满就好。我有3个伤口，就是然后两层，然后放一块很像卫生棉的东西进去，它是一片一片的。
真的哦，所以你是很满意额头？我现在是有点想要再变成南极线哦，你说变圆的吗？就又更贪心了。所以但我觉得是值得的。但你觉得额头带给你快乐？有你知道这个就是变成每一个人价值观不同。其实我在做额头之前是想要买劳力士，因为它其实是差不多价钱。对。然后后来就觉得算了啦，就是意外跟明天哪一个先到？哦，你要漂亮的死，我要漂亮的死。也是因为你戴劳力士又怎样？对啊，我死了挂在那里，然后劳力士挂在这里，还被人家拔走。想说谁要拿我的劳力士？谁敢动？就很不爽。真的，要是你死，这要留给别人。对，要留给谁？对，留给谁？对，你又没有小孩，哦，额头就起码烧掉舍利子。对，起码1块照片是漂亮。真的好像还蛮重要的。对啊，而且因为我之前拍照，我一定会修额头，我会一直打量它。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发现过。对啊，但本人是蛮那个。可是我以前看你本人，我也没有感觉过，是你真的你跟我讲，我才注意到。因为一般人很少会注意人家的额头。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 Sam 的本人，基本上你就会往他眼睛看，就是我的焦距都会眼睛在，就是鼻子好尖，好尖。对，我好挺哦，这样会被我眼睛洗，就是这样很挺，对，因为我就是没有动了鼻子，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其实还是有一个落差在，我就是一个还在凡人的状态，这个就是比较到是先进吧，对啊，很不简单。但其实我真的本来就是真的没有差太多。好了，如果还要找照片的话，我们就放一下。对啊，这个世界很残酷，所以要活得很漂亮。对啊，但当然不是鼓励大家说要整容，对，所以我是觉得鼓励大家变得有自信。所以你真的就好看的为你带来很多自信。哦，很多啊，很多，我也觉得有。对啊，但因为以前就是人家会说，我在还没整鼻子之前，人家就有说，你的鼻子是不是做的？其实以前就有点讲究，但是你没有啊，正然后就会做猪鼻子，然后现在没有要做猪鼻子。那你现在就是整那么多之后，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还有想要整哪里？其实我后来就是觉得我的牙齿，就是我从侧面看，我觉得我嘴巴这边有点蓬蓬，就想说牙套，对，戴牙套。牙套真的是一个很值得的决定，因为我本人有戴，而且大家都会说，天哪，你好勇敢，敢去动刀什么？但其实我觉得戴牙套更勇敢。不是啊，因为牙齿很痛啊。对，就是因为它很痛，而且牙齿持续痛，而且痛很几年的那种。对，我就动刀，我就那1周就好了。而且我告诉你，我觉得去做矫正牙齿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很多人都因为矫正牙齿变漂亮，但是你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说，我就是为了健康，我咬合不正，就是它有很多那种好像会影响你健康的方法，不会让人家觉得你很肤浅。其实大部分人戴牙套说白了就是为了变好看。那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像你自己就算是你算是整形鬼，整形鬼，你在看到我这样子，你会觉得你应该也要去整一下，你会有这种想法？我不会，真的不会。你会觉得你是你，我是我？对，我会觉得我是我，我不会觉得天哪，他这样子也要去整，是不是不会？那我觉得你很健康，因为我觉得整形鬼最讨厌的人就是看着你怎么眼睛不去割，就你怎么不去干嘛？对，因为因为我有时候都在想说，遇到你们这样子，就是动很多刀的人，看到我这样子，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五官就是这样。认真讲起来，我还蛮值得动的。就是我的意思说，就是对于整形的那种标准，就比如说，你眼睛就是你能动的地方还是很多很多啊，当然就是鼻子啊、嘴巴、下巴还是什么都还可以动一下。我都是觉得我自己就是，我哪里好像可以更好，那我就去做什么。你是追求自己？其实我一直在动到，我都是觉得我哪里好像可以好一点点，但我不会想要成为谁啊。对，我只是觉得，我好像可以朝这个方向前进，努力。那我就觉得，那是你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对，我还蛮希望大家最终都想要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因为要去变成另外一个人，真的太没必要了。对啊，而且很难。因为我一个朋友就是听了我的建议之后去做了。真的假的？就是他就是变得很高级，但是人变高级之后，他的人也变了，就是个性就歪掉。就不是原本的他了，所以你觉得外表是会影响内心？我个人是不会啊，但是有人就是会，因为他可能真的变高级了。对，我觉得如果我鼻子尖一点，我也会变更拽的人，一定会的啊。因为我现在就是凡夫俗子的五官啊，其实我很常嚷嚷着想要动什么动，但是我3个始终都没动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种想法，就是我不是害怕自己变得更好看，我是很害怕怀念自己。怀念自己，真的就是我没有讨厌我自己长这样。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天哪，你们长得很好看，我是应该追上，就是弄些什么。我也会有那个比不上别人的事。我觉得不用不用刻意强求说别人变成这样，那我一定要变成这样。我觉得你只要
提升自己的自信就好。没脸就没自信。但是我坦白讲，我会有自信，是因为我的自信来自于别的地方。对啊，就是我可能会整理头发，我会搭配衣服，我会在这些地方让自己变得很有自信。今天只是请 Sam 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你知道，就是整形之后的样子。但是坦白讲，他原本真的跟现在也没有落差非常大。我不会讨厌之前的样子。那你说真的，你这样花了50万，然后你也没有变很多，你有觉得自己在花冤枉钱？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很多人会说他看自己的照片还好吧，就是也不用整。其实这是一种自己心理层面的问题，就是你做到你想做的，你心里面已经觉得你自己达到你想要的样子，你就会更有自信。就像买衣服一样，就是我今天就想要买这件衣服，然后你可能好不容易买到，你穿了你就会，你那一天就是对，就是有真的确实，对啊，你很重视自己心里的感受。所以大家根本的原因就是你要先开始重视自己心里的声音。但我们这集也不是要教你要多有自信，我们只是跟你分享 Sam 到底花了多少钱，花多少钱。而且其实我不是一个就是不会说自己是整形的人。你 OK 可以承认？对，我可以承认，但是其实不喜欢讲的原因是因为人家就会开始一问说，你花多少钱什么什么你一讲他就好有钱哦。因为大家对于这个价值观的标准不一样，对，这是价值观的问题，就很像说你去做额头，但不会去买劳力士一样。对，你看50万硬要买，搞不好也买一台2手国产车也没什么问题，但你不会去买车。但因为50万不是一口气全付，对啊，也就很像人家说生一个小孩你要花100万就是从小人到大学，对，然后人就说哇靠100万呢，就是，可是他也从小到大学啦，对他就是从小，他是慢慢不止100万，对，那但因为我的50万也是就是一边花，对，慢慢的，就你也不是一口气进场维修，对，然后我也不是真的超有钱，所以我也是慢慢存，然后慢慢省，然后就是让自己开心。但在这里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关于这件事情，我唯一真正动的最多的地方，我想就是植发。那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植发花很多钱，但是我坦白讲，目前为止植发真的是我此生不后悔的事，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懂你说的那感觉，因为我现在很有头发嘛，所以我感到很快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你也知道我平常没在整理头发，但我就是感到很快乐。就是看到自己就是会开心。对啊，因为我就是变好，就是我觉得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唯一对植发后悔的只有一件事，我怎么会30岁才做这件事？就是我怎么没有这么年轻就做？因为我其实额头的事情我很年轻就开始，就是我年轻就他妈不知道 M 去哪。当然我就想说，为什么我没有这么更年轻的时候就让这个快乐延长一点？所以这是我最后悔的事。不过很年轻的时候我也不一定有这个预算，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想要成为自己的样子，我真的觉得还是可以勇敢去追求一下。我没有要鼓励大家整形，当然 Sam 也没有要鼓励大家整形。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那种这样子眼睛的人，你就是真的每天都在羡慕别人的双眼皮，那就去割啊，让你鼻子这样，你真的很想要这样，就去做啊。那如果你这样很快乐，我觉得也无所谓。对啊，有些人这样子，我觉得他也很有个性，就是很韩，就是帅的。因为我每一次之前就是有问过 Sam 说，你觉得我要去用眼睛吗？因为我觉得我眼睛很无神，他每次都跟我说，我觉得你眼睛很好看，就是你是认同每一个人的样子。对，其实我还蛮能找人家的优点。我懂，对我不是一个会说，我觉得你要这样的。对，真的是你是一个好的整形鬼，就是开心鬼，对啊，整形天使，整形天使，整形天使。总之就是希望大家都喜欢自己的样貌。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就去整容吧。我觉得整容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我要再跟大家讲，我真的没有觉得什么叫过度整容。有一些人他就是脸需要整那么多，就是你开心就好了。就是那些凡夫俗子的话就没关系，因为也是有人说我整太多，但是怎样花你的钱？就OK， 就是我觉得关键就是你要自己努力赚钱去做这件事情，也不要花别人的钱。那想要长怎样的脸，想要怎样的人生，就取决于自己的手上，因为人生是你的，你得自己好好的活着。好了，那 Sam 现在就是有开一个频道了，就是林山姆说故事，但其实也是有1支影。会要更新吗？会啦，因为他已经把片头、logo 什么都做好。我想说这么用心，我那时候就想说，你要毛起来。结果，可是大家看你的影片，再看我影片，就会发现我的影片很穷酸。因为我影片很用心嘛，不会啦。总之大家可以去订阅 Sam 的频道，那搞不好很多人就是越来越多订阅的话，他就会越来越丰富。对，然后最后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这里是一个美发频道，就有很多关于美发知识。我想问大家一个小小问题，大家觉得我要再开一个频道吗？我有一点点想要把我的 vlog 跟这种对话性做不同生活的东西放一个频道，然后美发就变一个纯美发，改造啊、剪头发都放出来。我不知道大家的意见，你也可以留言给我一点点意见。好，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我是你的发型师志远，下次影片见，拜拜，拜拜。
欣赏一个人呢，始于颜值，然后近于才华，然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忠于人品。所以最终呢，还是你的人品是最重要的，好不好？脸假就算了，但是心要很真哦。拜拜。